好，今天是9月23号，第一章第3次上课。好，我们今天要教这节课，我们要教摩尔定律相关的哈。那我们知道摩尔定律是驱测那个半导体进步的一个规律了哈。它本身不是什么物理的那个定律，只是一个英特尔的莫尔这个莫尔博士哦，然后他发现这个现象，比如说每2年哈，每个时期不一样啦，每24或18个月电晶体会倍增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已经驱测到我们现在是5奈米的量产的那个世代嘛啊，好，OK。那当然，最早的半导体的，在应该算3年前吧，哈、那个英特尔还是占据着半导体的这个主导的地位。好，我们可以看到它90奈米啊，90奈米它首先提出，这还是平面式的哈，他们看见这是平面式的，这是 source 啊，我们假设它是 n FET 的话。这是 NPN 哈，这 sojourn 哈，它是就在90奈米的时候哈，它有提出利用细则哈产生应变器，就是让细这个通道哈受应力，这边是压应力，也可以拉应力哈，也可以拉应力。那这个应力的这个细节，我到后面会再讲。然后在65奈米哈，65奈米哈。65奈米，它就提出第2代的应变器。在45奈米，这是个蛮重要的突破，这是利用 High K Metal Gate 哦，High K Metal Gate。那利用高介电的介电层取代二氧化锡。我们之前讲早期都是二氧化锡嘛，啊，因为锡跟氧气很容易形成二氧化锡。好，再来32奈米，这还是平面的哈，那就是说把元件结构做得更更那个，特性更好这样。可是到22奈米没有这个平面式的哈，就没有办法再发展下去了。就是说，只要它漏电太大啊，它这个底层的这个漏电太大，所以我们变成所谓要到2011年开始进入那个所谓的是那个 Tri Gate 啊，他们 Intel Tri Gate，那现在普遍是叫骑士电晶体 FinFET 啊。就是上页是说这个技术的萎缩，然后电晶体的倍增，然后这边是讲电晶体变越来越小的这个演化这样子。请记住一点哈，就是说我们早期讲90奈米的电晶体，就是指它的 gate length 就是90，65奈米的话就是指那个gate length 是65，gate length 是65。啊，45奈米的话就只是15啊，32就指32，22就指22。可是到了 FinFET 以后，大家命名就乱命名了啦。坦白说，当然是我们讲14奈米，对不对？Intel 讲14奈米啊，那个事实上它这个 gate length 哦，不是14奈米的啦。啊，Intel 开始在那边动手脚了啦，哈，动手脚了哈。他说那个应该讲从 FinFET 开始，那个22不再指 LG 的22了啊，因为 LG 不能疯狂萎缩了，LG 疯狂萎缩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讲从 FinFET 开始，我们讲的什么22奈米、14奈米啊、10奈米啊，事实上跟以前的那个约定成熟的最小尺寸 LG gate length 的长度是已经没有直接相关了。现在的讲 N10啊、N7啊、N5啊，它只是说代表一个技术节点，代表一个技术节点的意思而已啦，哈。那是元件的密度还是会越来越增加这样子。好，那这个可以大概看一下 Intel 是4奈米的哈，是4奈米的，对不对？
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啊，英特尔在14奈米，他以为是他就天下无敌吧，我可能未来10-20年都没有人追得上他。他竟然连14奈米，这连 PDF 档、连制程细节还做成 PDF 档给你呢！大家印象第一节课台积电就是给你一个图档，什么都没有。他现在给你个 PDF 档，里面把所有的制程细节都拍成 TN 图给你看。那这是没办法就是说，就是要小心了，就好像以前农 Kia 犯的错一样苹果的智慧型手机起来，它完全那个没有看在眼里，就像英特尔一样14奈米起来，它没有完全没有把它潜在的竞争对手台积三星放在眼里这样子，所以它这边犯了非常极大的致命的错误了好，没办法商场如战场就是这样子，保密防谍就是这非常非常重要。像台积电对那个颁奖台积电，几乎现在所有高科技企业都对这个智慧财产权极度的重视极度的重视好，我们来看 L， 所以说到fin费以后这个 LG 不能再用那个最小的尺寸来去定义的，我们来看为什么好不好如果你 L 这个时候 drain gate， 大家看这个简单的那个穿碎那个未能式potential wear 不是 potential barrier 穿碎那个未能障的这个能带图示意图，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说 drain 说指 source channel drain 对不对source channel source channel drain， 我们最早是指 LG 就是这个啦这个箭头是 LG 那你看看如果你 LG 小于7奈米的话会怎么样那我们先记结果，待会也会有个例题就说那个现在不晓得要 no solution， 就是说你 LG 小到7奈米以后，这个电晶体能不能 work 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没有人现在能够说我的 LG 小于7奈米，我的电晶体开关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电晶体开关并没有所以目前就是共识就是说LG 大概目前以现在这个今年来看大家目前共识 LG 最小就说到10奈米，以量产的为基准当然说你一些做那个研发的他们可能也许某一两颗会很好，或者说他用很奇怪，就是那个材料它的这个量子效应不明显但是目前以是孔量产的为准的话那 LG 等于10奈米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极限所以其实你讲 N7、N5 甚至 N3它 LG 大概最小甚至 N2、N1、LG 大概最小就是10了，不能再无限的往下小。再往下小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会有所谓的 direct tunneling 直接穿碎的效应。那直接穿碎的效应，因为电子在微观的原子的尺度是物质波是物质波有学过近代物理的话，已经知道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你如果在比较巨观的尺度它是粒子的性质。那你到原子尺度的话它会变成波动的性质端看你的这个实验的条件。所以当你的收距非常非常靠近，就 LG 小于7以下那它会产生直接穿碎 direct tunneling direct tunneling 会产生 direct tunneling。那为什么是7呢？我们可以算一下因为
电子的哈，电子的那个现在目前最大的在电晶体在 silicon 里面哈，那速度是10^7啊，每公分啊 cm/s 要背起来啊，它对应到的物质波长，哎，刚好就是7奈米，这要背起来哦，这两个数值要背起来哦，这两个数值要背起来哦。好，我们来算一下它这个当电子在这个速度之下，它的物质波的波长是多少，好不好？好，我们来算一下。哎，例题呢？好，例题在这里，好，例题在这里。我们先跳这边哈。不好意思，要过敏那个鼻塞。大家先看上面这张图哦，上面先看这张图哈，就是说，哎，电子哈，这个受应力的系哦，你可以看这边这个就是10^7啊，所以 silicon 你最快哈是可以差不多可以到1.5乘10^7，我们就做它1好了，1×10^7哈，cm/s 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哦，我们看一下例题哈，请计算一下哈，德布罗意的波长，就电子物质波长哈，当系的它的运动哈的速度是10^7啊 ，cm/s 等于10^5啊 m/s 哈。那我们算一下它的动量哈，动量我们简单就用静止质量来代啊。那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在用那个物质波啊，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的波长来的公式来算哈。德布罗意波长公式来算哈，我们可以算出哈，在速度是10^7 cm/s 之下哈，德布罗意波长是72 angstrom，就大概就是7奈米。有没有看见7奈米？所以说你 LG 哈小于7奈米的时候，你就会观察到在这个收卷之间观察到电子有直接穿隧的效应。既然是直接穿隧，它两边都能够穿隧呀，对不对？哦，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已经没有办法自由去用那个电压去控制那个电子的开关了。什么 pinch off 啊，什么 inversion 啊，那个完全就还是有用，但是会被这个背景的直接穿隧的效应会被盖掉，尤其你的误差会非常非常大。哦，一旦误差，比如说一般的电路，我们误差允许大概是10%，如果你误差到20%、30%，那你上1颗电晶体组成电路一定会失效，一定会失效的。所以说，你 LG 小于你 LG 你要无限小到 LG 等于7奈米之下，大家真的不知道，在上1颗可以量产100亿颗可以量产的 CPU、GPU 之下，到底会不会失效？目前来看是会失效。我想 Intel 台积电一定有试做看看，一定是失效的啊，应该是失效的啦。因为这个物理direct turn-on 的机制，你怎么去违背这个物理的这个 fundamental law 呢？哦，就是有穿隧效应啊，对不对？就是有穿隧效应啊。所以我们现在讲什么 N10啊、N7、N5啊，绝对不是代表它的 gate length 是10奈米、7奈米、5奈米，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从 FinFET 开始，它这个 N14、N10啊、N7、N5就随便乱命名的，它只是代表是说我的电晶体密度可能变2倍的一个，其实没有到2倍，大概比如说1.5倍，它是一个技术指标而已。那每一家都会乱喊，对不对？那实际上就是看它的真正出来的整体的这个效能怎么样，整体的效能怎么样？所以现在评估效能都是直接用电晶体的密度啦，应该讲每瓦效能，在1瓦功率之下，它的这个你这个电路假设 CPU 好了，它最简单的那个 ARM 架构的 CPU， 它的运算的次数是多少？就是每瓦效能现在再来评估这个技术的节点，不再是就过去的用标准的那个 gallons gallons 的大小来评估这样子好。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页哈，这一页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叫做International Roadmap IRDS 哈，这个2020的这个update 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它估计到2034哈。我看 LG 在哪里呀、LG 哎，怎么突然怎么熊没有放到？哎，这页这页没有 LG 哦。哎，不好意思，我再补一下哈、奇怪，怎么没有？最后面都发现都是10啦。啊，我没有截到，不好意思。没有接到，没有接到，我现在补一下哈，下次上课我补一下。就是说这 LG 哈，就最后哈都是定在10啦哈，LG 就是都定在10这样，LG 都会定在10啊，因为 LG 再说下去就没有办法说了哈。那你说那 LG 等于10，那还有什么？那为什么还会节点会等效5啊，等效3，等效2？因为还有一些新的架构啊，比如说3奈米以后可能就会变成 GAA 了哈，GAA 啊 GAA。那再等效下去，那 GAA 它可以那个每一个传导那个电流的那个薄片哦，数目会变多哦，那也可以变成立体式的啊，3维式的，所以这个还能继续再等效上去啦。它意思就是说哈，就是每瓦效能啊，就或者说每 millimeter 的平方有几百万颗电晶体，它还可以一直在等效上去，它变成现在二维平面 LG 受限吧，大家假设我们平面就是那个大家住那个，如果你家比较有钱，住别墅住透天就是平面的，对不对？平面盖不上去怎么办？就盖高楼啊，对不对？平面盖不上去就盖高楼啊。这以后会走3D 的架构，会走那个元件会走3D 的架构。那我们这个到最后一章会跟大家讲怎么样走这个3D 的架构这样。那这个 Power Supply 也是随着那个技术的演进那个电压也慢慢下降慢慢下降慢慢下降。好，这边很多技术细节啦那这个不用刻意去背了你只要知道一个趋势，它重要的一些值一个 trend 这样就好了重要趋势这样就可以了。好，你要看到电子的那个输入ballistic 就是弹道注射的速度就电子最快传输速度就是1.5乘10^7了不会再快了，不会再快，所以它对应到的物质波长就大概是，如果是1.5的话，物质波长可能大概小一点，可能5到65到6那所以说，也许 LG 也许如果是到这边你有什么新的黑科技可以让电子速度再快的话所以 LG 是有机会再小一点点的再小一点点的，但是不可能无限小到1奈米、2奈米。我说 LG 的真实长度了好，然后接下来这张图呢，就是现在是 N7是 FinFET 嘛，对不对？N5原本以为会走这个所谓的奈米薄片的 Gate All Around 奈米薄片的 Gate All Around 那
台积是没有了，台积还是走 FinFET 啊，因为这个技术从这边跳到这边的话，哈，这个差距哈会那个制造工艺会变化很大，会变化太大。那台积采比较保守的方法，它还是用微缩 FinFET 的方式，哈，它确定，但是确定2奈米会用台积的2奈米会用这个方式。好，那再到3呢，事实上台积还是用 FinFET 啦，但是三星已经用 GAA 了啦，但是三星好像良率还是不好哦，良率还是不好。哦，好，再来 N2的话，好，确定一定要走 GAA 的啦，哈，那 GAA 下一个再下去，它还可以再继续变形。我们呢把这个还会变成所谓的CFET，就是说我们 C 也是互补式的 inverter。我们这边 CFET 我们都要提一下，我们之前讲的 CFET 是指把 N 费跟 P 费并起来就是一个 CFET，啊，但是这还是各占一个面积，对不对？好，那 CFET 的意思，它就是哈，它有2种方法，就是 fin on fin 哈，就是说，一个 fin 在N 费在N 费在 P 费上面，N 费在 P 费上面，也就是说，它原本是二维的 N 费跟 P 费，它变成这个样子了，变成立体的，哦，这是 fin on fin。如果是奈米薄片 nano sheet， 就是 nano sheet on nano sheet， 哦，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又可以减少50%的面积，哦，又可以减少50%的面积。那也可以换材料哈，用锗，用锗。好，所以目前这种吸费大概哈，大家认为这个是目前哈看起来这个可能是 N1 的解决方案啦，哈 ，N1 可能的解决方案。那未来还有没有？真的不知道哈。像军费是差不多20年前发明的，那 GAA 差不多10年前发明的，那个吸费大概2017提出来的，所以你在7年前里面都不会想到会有所谓的吸费这种东西啊，没有都不会有想到，然后2017开始提出这个概念而已，那大概那个前年就是这个 iMac 这个机构哈，跟去年 Intel 都把它实做出来了，哦，所以说这个大伟科技会怎么样进步哈？这真的10年后会不会又有什么新东西呢？比如说二维材料真的是可以量产，找到解决大面积量产的方法，那同时又找到 N 跟 P 的二维材料可以匹配，也许有可能哦。那10年后的事情真的是很难预料了哈，很难预料啦。二维材料还是要过最后那大魔王那一关，成本的问题啦啊。好，目前看起来摩尔定律终点是这个啦，大家公认了，普遍那个像学术会议啊、Intel 啊这些大头这些公司啊，或学术界都普遍认为。Silicon Technology 的 N1 的结束是在这个吸费的哈，所以我们课程最后会教到这个吸费。那未来10年后呢？未来10年后呢？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就看如果继续有在这个领域的各位同学啊，那个看未来10年后就看你们了。好。那真的不行的话，就会走所谓的3D 的堆叠，哦，3D 的堆叠，哦，就平面式的，纵使你平面电机体做成立体式的，那也到极限了，啊，这个开始堆叠了，这个开始堆叠了这样子，啊，好，现在三维这个堆叠，哈，现在也是很热门一个研究方向啊，大家已经在预期说，万一就是说摩尔定律真的 N1 结束以后，那我们就开始给它堆叠啊，像叠乐高积木这样狂叠这样，把记忆体啊，然后 CPU 啊、记忆体啊，等等的这些RAM 啊、Flash 啊，全部给它叠起来这样子
有可能可能会这个样子。目前也开始有些在进行的啦好，那未来 AIoT 现在要加5G 了，对不对以后还6G 几乎所有大家可以看到大家随便可以看一条演化树那个以前的古早这种电话会变成智慧型手机等等的好像不是这样子这个照相机已经不见了嘛，对不对以前还有文青会背那个照相机走来走去，现在看不见了，对不对那以后车子也是智慧型的汽车连什么那个扫地机器人也是 AI 扫地机器人什么的所以几乎以后所有都要 IC 那 AI 就整个 AI 这些 IC 这样子所以掌握这个半导体技术，就是掌握未来的科技的，这是事实的这确实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大战引起的引起这后面根本原因台湾也是卷入其中了但是我们是受惠者了我们是受惠者也是这个新冠疫情预测下数位转型的受惠者了，所以现在台股狂飙嘛，台积电狂飙，也就造成物价房价也的大涨，那很多因素就这样整合在一起了。好，我点到为止就不讲了。好，接下来讲，怎么讲到这边？好，那这个半导体还有一些小的元件小小的元件，那个也是我们现在都是讲做在晶片上面的你可以做成电阻是晶片型的电阻，它可以直接做在 IC 的上面这晶片型的电阻这晶片型的电阻这晶片型的电阻那你只要把我们说这个半导体晶片上的某一个线你可以透过它的掺杂，比如说你掺杂淡一点，它电阻就比较高嘛；掺杂浓一点，它电阻就比较低嘛。所以你这个电阻就很容易啦。这不是我们以前做电子学实验那个很多色嘛那个电阻那个是分离式的电阻。那这个在晶片上，我们自己在晶片上IC 上面就可以做这个电阻了可以 IC 做这个电阻。然后再来有电容这电阻方式大家都知道，普物都教过不讲了这个就是 area 好，这也可以做成晶片式的电容你如果男生有看过男生或女生有看过主机板里面的话，你要看到一个很像水塔的东西那个就是电容，你知道吗那台湾有一家公司这叫国巨以前这种电阻电容分离式的电子实验，你插面包板那种分离式的电阻电容那都是称斤称两在卖的那个便宜的要死那我觉得国巨台湾这家公司也很厉害他知道如果这个分散大家都小家的就没什么力量，他就把它合并起来，就会有一个寡占市场就有定价权这样子所以说做这些以前做的电阻电容其实都是很惨淡经营的那换一个，我突然之间想到就讲一下就换一个商业经营的手法也是台湾在这个被动元件电容、电阻、电感。被动元件有3大元件电容 RLC 啦RLC 电阻、电感、电容这3个被动元件。那这个在那个主机板还有汽车电路还有工业上面应用非常非常之广泛我们讲那个半导体是稻米，那你可以想这个可能是花生可能是蔬菜这样子，你也是不可缺少的。那我们这边讲的例子是说，做在晶片上的电阻、晶片上的电容，那也有是分离式的电阻、分离式的电容，那就插在电路板、插在面包板上面大家不要搞混就晶片上你也可以做出
RLC 晶片也可以，像5G 的电路就会有在那个晶片上面做出电容哦，都可以哈。所以这些 RLC 也可以 IC 化了啦，就集体电路化这样子啊。好，接下来讲这个电容哈，讲这个电容。那电容的话，我们都希望那个这个是最基本的平板电容嘛，对不对？好，平板电容。那这个电容的观念哈，在那个 MOSFET 啊、FinFET 啊很重要哈，因为 MOSFET 它的核心哈就是一个电容，就是一个 MOS 的电容，所以这个电容哈很重要哈，电容这个概念呢，还有它里面的这些原理啊很重要，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好，相较于电阻相对简单啦，电容的话在我们往后课程很重要啊，因为MOSFET 的核心就是一个电容，电容。好，最早期就是平面式的电容平面式的电容那电容是什么样的一个元件呢？它是电荷储存的元件那也可以当做记忆体的元件电荷储存就可以当记忆体，可以当 DRAM 啊，也可以当那个Flash 当那个快闪记忆体快闪记忆体。好，那这个电容你要增加它电容的方法，就是从公式来看，就这么简单的从公式来看，要么你增加它 K 值，就是 High K 材料。那 High K 材料为什么说电容特别重要？那这个 High K 材料在我们 MOSFET 里面的电容以后我们也要把二氧化锡改成 High K 的材料改成 High K 的材料还要增加它的截面积增加它的截面积如果你要增加电容值的话，就要增加它截面积那增加截面积有2种方法就是增加一个就是说做成往上盖，就好像盖的变那个鹿茸一样，盖好像鹿茸或叫皇冠有人叫皇冠，有人叫鹿茸的样子好，叫皇冠的比较多啦，因为外国人不知道鹿茸是什么东西啦他们也不敢吃，对不对？那华人都吃的像一个鹿茸我们都是吃一些怪怪的东西吃蝙蝠现在才会这样我们不要吃那些怪怪的东西。好，一个是往上盖，那一个是往下挖一个是往下挖一个是往下挖。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它的延伸性比较大，所以目前都是做这种往上的都往上的比较多往上的比较多。好，这个就是Intel 这个 DRAM Intel 这个 DRAM 大家可以看它那个 DRAM 就是一个transistor 加一个 capacitor 就是 1T 1C 的结构。那你有没有看到它它就是往上涨，有没有那这是相对比较旧的技术啦因为新的其实它也不好找啦不过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就是用 ZrO2， 这个就是一个 High K 材料这个就是 High K 材料，它不用二氧化锡二氧化锡的 K 值只有 3.9 ZrO2 的 K 值可以到20几可以 maybe 25啦所以 K 值越大，电容越大嘛再来面积呢，就利用就往上做这样子。所以其实 DRAM 技术也很难呢。为什么说 DRAM 都是被那个韩国那个主导？因为其实 DRAM 技术也很难，你要做这个很奇形怪状的电容还要把这个电晶体做得很小颗其实也很难呢。所以台湾在DRAM这边也是做的跟韩国竞争的也是很激烈像台湾的就是美光的美光连研发总部都放在后里所以美光在全世界找不到好的研发总部，美国也没有人才了。那发现台湾半导体人才极为充沛美光 Micron 就是把它的总部放在后里那美光这家公司也算不错，很棒的公司
相对台湾的一些公司啊，或相对日商啊、韩国那些公司啊，很可怕。大家都看过韩剧、日剧哈，那东亚圈的真的都是很恐怖的啊。那这个至少的这个美光是美系文化，人家会稍微不会那么可怕这样子啊。好，OK，所以这个就是晶片电容，所以是直接做在晶片上的哦。我再强调哦，被动元件 RLC 啊，那我们这边要介绍是晶片，直接做在 on chip on wafer 的 RLC 啊，这就是一个例子 on wafer 的 capacitor 啊 on wafer 的 capacitor 啊，好。那机体电路有很多啦哈，机体电路有很多哈，那这每一个市场都很大啦，其实应该最大是在这里啦，第一个是最大的哈，那现在这个可程式化，我们 FPGA 啊，这个也用的很多了啊，这个也用了很多细节，有兴趣的话，或是你以前有修过超大引力电路 IC 设计的相关的课，你都应该就很清楚。如果不清楚有兴趣的话，你就去 Google 随便查，你就大概知道这是应用在哪里了啦。这个市场都很大啦，这个市场都很大，因为现在到处都要 IC 呀，几乎所有的，对不对？连我现在在用那个 TOTO 的免治马桶也有 IC，马桶也有 IC 耶，对不对啊？所以真的是 everywhere everywhere 啊。IC 是 everywhere 这样子啊，所以做半导体这个领域，不管是要从做 IC 设计啊，是 IC 制造啊这部分啊，或者是后端的封装处理，其实这个就业机会都很大哈，这个市场都很大，而且不会是夕阳产业啊，因为人类永远需要它永远需要它，还是一直在蓬勃发展的哈，蓬勃发展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机体电路哈，其实这个相当的复杂了哈，这还是早期的咯。你看网页抓得到都是旧的，不可能最新的 A15 的 那个 A15苹果 A15的 CPU IC 放在这里给你嘛，不可能最新的 NVIDIA 的那个图形处理器放在这里给你看嘛，不可能嘛，对不对？这都很久以前的啦，很久以前就这么复杂了哈。好，那这门课主要是要教怎么去把这个 IC 做出来了哈。那设计 IC 是另外一个学问，IC 设计了哈。好，那个现在2021年哦，苹果是最新的嘛，因为他们自己发现要掌握那个 CPU、GPU 的技术，它才有差异化，要不然安卓机很快就追上了，所以说他一定要制造自己的差异化的生态系，所以他就自己也要做那个仿生 AI 晶片啊，所以到今年你看啊，一个这么 Apple CPU 应该不会那个 A15的 CPU 应该不会很大，大概就是一个10块钱大小吧哈，10块钱大小硬币里面有塞150亿颗电晶体哈。150亿颗电晶体啊，唯有这个 silicon 的技术才能做得到这样子。再来说，你其他技术要取代细的这个生态链，它这个 EDA tool，我们说电子辅助自动化设计这个 EDA tool 也非常非常重要那你如果没有这些 EDA tool 你说新的一些二维材料，你没有整个 EDA tool，没有一个 system 去 support 的话没有一个生态圈的话，它很像一个火星的生物突然来地球会挂掉，对不对？它比如说它是吃很奇怪的藻类，台湾吃很奇怪的那个很奇怪的那个的树木地球没有类似这样随便乱举例可能不恰当了或是它是从什么海王星来的超巨大的鲨鱼，对不对？它只吃很奇怪的浮游生物，我们没有所以说这个生态系也是很重要的啦Silicon 形成很多那个设计的EDA 的设计的微影制程这些生态系所以说这也是另类的一个它的护城河啦就是说我继续这个走
继续走这个 silicon technology 的话比较保险啊，要不然其他这些 support 这些 tool 啊、facility 啊、equipment 啊、testing 啊、packaging 啊，都是没有的啊。所以这 silicon，我说 silicon 还是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哦。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是它生态系已经很完整几十年了啊。你突然零工出来，会有一个新的技术取代系，我觉得也真的是不太容易了啊。这我个人想法了哈那就是你觉得你认为相信你就相信，或者说你有自己的想法也没关系了啊。好。那 IC 制造有很多部分那我们从下礼拜会慢慢教这部分比如说 IC 制造，比如说你要增加一些材料或者说你要移除一些材料或是你要做一些加热制程，或是你要做图案化的制程，那好多的技术我说这个制造的生态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制造你要一个东西要产品化，你要很多的协力厂商来 support 这样子。那如果万一这个整个链这个生态链断掉的话，也很危险好，那么它里面有好多技术，那我们就等下礼拜就开始教这些技术教这些技术那下礼拜课叫做以后下礼拜课就会进入所谓的单元制程单元制程那回到最前面，包含热制程、微影制程电浆、离子布质蚀刻化学气象沉积，还有金属化制程，这个我会教很快，非常快。我有时候甚至有些内容我会不教你们要自己去看萧红的书如果你以前有学过的话就还好，那如果我以前没有学过的话拜托你去借好不好？我现在不敢要求你买，你去借你去借或者说你就去借，或者说你自己上网找资料去补足也可以随便你随便你这样子好，那我们下礼拜就开始教这单元制程了，我会教非常快应该两周以内我就会把它上完了非常快好很多基本的我就不教了，很多基本都不教，我会叫你们自己看那自己看不懂了讲义看不懂，你要去看那个萧红的书，我就不教了毕竟这边的部分是大学部的部分好，那我只能简单的带过让没有学过的同学也能跟上，但是你要花比大学部学过半导体制程的人更多的时间去弥补这个基础的背景知识，好不好？好，今天这一周的第3小时的课那就在这边结束了就结束了，好，拜拜。